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夫妻都是川字长，运势如何？川字长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因为这种手相还是比较罕见的手相，因此这也就成为了为什么川字长人很少的原因。有川字长的人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种手相好不好呢？手是人的第二张脸，手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颜值，同时也会体现出此人的命运。川字长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民间常说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右穿代代福，左穿累累金。也有人说算命师从来不给川字长的人算命，这都是真的吗？究竟什么是川字长？有川字长的人命运如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川字长？川字长的手相是我们手中的生命线的极点没有在智慧线的上面，也就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彼此分离的，再加上那条分离的感情线，就成为了川字长的手相。当我们把手掌倒过来90度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手中的3条主线构成了一个川字。这种手相还是非常好辨认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分离的话，十有八九就是川字长的手相了。川字纹的命运特征。左手川字长。精力充沛，勇敢执着。左手川字长的人很有领导能力和活动力。这类手相的人通常精力充沛，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以至于这类男人有魄力、勇敢、精神思维强。左手川字长的人悟性好，直觉性强，学什么东西都很快，只要是自己想学的东西，通常都能样样精通。川字长的人命运怎么样？真的事事不顺吗？控制欲强，感情路坎坷。男人左手川字长的人占有欲很强，同时控制欲也很强，尤其是在感情方面，属于时时刻刻想控制着自己的爱人，就算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他们都想要干涉，往往让对方喘不过气。所以这类手相的男人往往感情无疾而终，或许要多经历几次感情的磨难，才能更好地懂得其相处之道，比较适合晚婚。事业有成，财运不错。左手川字长的人有很多的优秀品质，对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再加上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轻易不肯服输，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事业有成，那么财运自然不会太差了。右手川字长。性子比较急，做事有鲁莽。右手川字长的人多半性格独立，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做事大多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很少被他人的情绪左右。但是右手川字长的男人性子大多都是比较莽撞的，做事很少思前想后，往往做事不计后果，有时候即使完成了，也有很多错误，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女人左手川字长纹的手相，财运事业方面好吗？事业运不错，很有事业心。右手川字长，事业心还是比较重，这类人通常悟性高，一点就通。如果能改掉自己莽撞的性格，在事业上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还有，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上平步青云，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一般来说，这类男人一生还是比较好运的，很少会有经济问题烦恼。感情方面比较坎坷，容易晚婚。右手川字长的男人性格比较叛逆、孤僻，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不合群，再加上他们自卑心比较强，容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和恋人发生不愉快。单身人士的话，异性缘不是很好，所以这类男人大多会晚婚。川字长的男人命运怎么样？真的事事不顺吗？双手川字长。独立性较强。双手川字长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他们很少会依赖他人，即使找了男朋友，大多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会那个这个小鸟依人，向男朋友撒娇的类型。双手川字长的女人非常能吃苦，有很强的毅力，
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下去。2. 事业出色。双手川字掌的人个人能力非常出众，有不输男人的拼劲儿，往往能在事业上比其他掌纹的人更出色。而且双手川字掌的人事业心也很强，将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倾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多劳多得说的就是双手川字掌的女人。3. 爱情路坎坷。双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是比较强势的，少了人的柔情似水，而且大多都是女强人类型，往往让男人不敢靠近。而且在感情中，双手川字掌的人也比较霸道，喜欢占据主导，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往往不能接受，所以这类女人的爱情路比较坎坷，容易晚婚。4. 有旺夫运。别看双手川字掌的人爱情路坎坷，但是一旦步入婚姻之后，还是比较幸福美满的。这类女人非常有主见，而且能力非常强，可以很好的分配工作和家庭的时间。不过这类女人在婚姻中比较缺乏情调，需要找浪漫一些的男人，这样生活才会更和谐幸福。有川字掌的女人通常情况下也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和她在婚后取得事业的成功。3. 夫妻都是川字掌的命运如何？有人说女川事是福，男川事是难，这就是直接告诉人们，川字掌对于女性来说是好运气加深，而对于男性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川字掌，命运如何呢？正常来说，川字掌实际最适合那些男人，毕竟在传统观念中，男性更能承担责任一些。到了要面对川字纹带来的负面影响时，男性也更有把握应对过去，最终获得巨大利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手相所带来的富贵并不是凭空降下来的，买个彩票中奖这事儿很难发生。川字纹手相带来的其实就是一个保证，只要有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并且他们本身还带有一定的霉运。这种手相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会有挫折。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川字掌带来的孤傲个性以及略微倒霉的运程会进一步激励他们，让他们在事业财运中走得更远。然而对于女人来讲，川字掌带来的影响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要是那些先天意志坚定、不甘人下的女强人来说，自然是能够凭借川字掌的运程创下一番大事业。不过要是那些普通的想要正常生活的女人，川字掌就只会让她们感到痛苦，或者一蹶不振，或者奋发拼搏。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川字掌，单从事业财运来说，这自然是好事儿。不过需要注意早年间的夫妻感情，因为这个手相主导早年间的挫折，他们在事业没有成就之前，会有一段相当难熬的艰苦岁月。只有夫妻二人合心，才能真正度过这段日子，迎接辉煌。从性格方面来说，凡是川字掌的人都相当独立，轻易不会去将内心的想法告诉别人，就算那个人是自己最亲近的爱人。要是夫妻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还好，最怕的就是夫妻二人都这么想，那么感情破裂就只是时间问题。4. 为什么命理师不给川字掌的人分命？之所以不给川字纹的人看相，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拥有川字纹的人大多都是非常理性的，同时也很自我，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自负的一面。平时不喜欢听从他人的建议，总是会一意孤行，即便别人对他们的劝告是好意，也很难听到心里。拥有川字纹的人虽然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同情心，不擅长去原谅他们，对于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视，却不懂顾及他人的感受。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希望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有反对意见。正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特殊，让人难以适应，所以很多看相者都不喜欢给川字纹的人看相。讲讲算命说，最命苦人的手相，一辈子劳碌命百发百中，手是人体最重的部位之一，也是算命术中预测人吉凶祸福的关键。
从手相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几何。如果你的手具有事业线淡薄、手掌干瘦这样的特征，那么你就是天生的劳碌命，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来化解自己的命运了，才能福禄双全，好运连连。劳碌命有2种，一是一直在努力付出的人们，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是属于辛苦操劳的命；还有一种便是足够富裕，但是一辈子还需要操心，不能享福，一辈子都难以请仙下来的人的命运。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劳碌命的手相都有哪些特征吧。1. 无名指过于短小。无名指短小，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家庭并不和谐。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功利心比较重，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都会去尝试去发掘，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2. 事业线淡薄。我们都知道手掌有几条线，分别代表我们的事业、生命还有婚姻的运势。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就是劳碌命的手相，意味着命主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但是却很难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这类手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事业运势不稳定。如果想确保事业无忧的话，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属于劳碌命。3. 财质线太短，有时很难专注于思考。一些当地的考虑很少，一些当地的考虑因素太过深思熟虑，做那些拿西瓜和扔芝麻的东西很容易。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将开始变得粗糙，但整体势头将能够这样做。在情感上，桃花很受欢迎，但要注意运气不好，并与异性共存是非常好的。4. 手指弯弯曲曲。手指弯弯曲曲也会劳碌命的象征。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不过也有财运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生活质量和现状，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要头脑灵活，善于看清局势。所谓时势造英雄，那也要看哪种英雄。英雄好不好当，人就是要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5. 手指上存在竖纹。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忙碌，尤其是除去大拇指之外，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6. 手掌干瘦。俗话说手大抓草，手小抓宝，手掌圆润的人才是有福的命。但是手掌干瘦这种特征的手相，从相术上来看，他们对工作十分的重视，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都会睡不着觉，属于操心的命。但是这类手相的人事业运势整体来说不是很差，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因为手掌无肉是无财的象征，所以也是劳碌命。7. 手掌平平且薄。手掌薄，肉少，摊开手掌中心很平，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平中没有财运，没有遇到横财，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每个月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到了晚年的时候，还要自己出去干活才能安享晚年。
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碌碌为为，发不了财。8. 断掌。断掌的手相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然后一个人的手相那么就都是属于到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很好起来。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有着很好的一个的发展起来，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不错的。而如果是断掌，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断的，甚至就是可以说都是不需要很长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很多的坎坷的命运了。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9. 无名指的漏痕。无名指的出现了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而且如果是一个部位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那么在方面里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很负面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话，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的，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10. 手指骨感无肉。在手相上面看的话，一个人的手指有肉，修长，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有很好的财运的，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而且没有什么肉的人，一般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而忙碌个不停，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但是能够赚取的钱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所以不管什么年龄阶段都会在忙碌，一生忙碌。11. 手相没有财运线。财运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财运、财富、金钱的纹路，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财运亨通，可以求财顺利。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没有一条财运线，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凌乱的话，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命中无财，只能劳碌一生哦。12. 拥有反抗手纹。手相中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逆反心理较强，不喜欢被约束，也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较为自我，喜欢自由。拥有此手相者人缘很不好，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在婚姻中也是不懂得包容，这样性格的人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若有2条反抗线会更加一事无成。13. 生命线浅淡。手相中生命线若是延伸至手腕线上，但是不够深，非常浅薄的话，看上去感觉随时会断裂一样，则表示命主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总是在忙忙碌碌，很少有清闲的时刻，属于劳碌命。但是这类手相的人生活比较稳定，不会有大的波动。14. 3条婚姻线。拥有3条结婚线，无疑是心地仁慈气宇坦荡的人，一旦到了婚姻和爱情方面，则就会以多情的姿态呈如今异性的面前，如此就很难从一而终，往往随意踏上再婚之路。多次婚姻容易造成负债累累，生活不稳定，贫穷找上门。15. 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从手相角度进行分析，一个人如果是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的，说明了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生活中是很容易就会感到很累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总是需要不停的忙，但偷懒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不能闲下来的。16. 手指有缝隙。这样的人性格清高，不太重视钱财，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如果不合自己心意，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去做。此外，其人花钱较为大手，不懂得如何理财，因此时常两袖清风，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注定发不了大财。但是如果拇指外的其余8指充满了许多纵直的线纹，又有劳碌手支撑，为了温饱必须终日打拼。但如果大拇指的第2指节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积财纹，
表示一生的辛苦终会有代价的。积财文越多，累积的财富也越多。好了，今天的讲讲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注定一生财旺夫运旺。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一、女人富贵手相。一、财运线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二、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三、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四、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五、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六、掌后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七、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八、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
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幸运。2.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 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工资收入非常稳定，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3. 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4. 星形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5. 黑子纹。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子纹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当然自然握拳时，黑子纹正好在拳头内。6. 公印纹。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
手相中有公印文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7. 遇贵文。遇贵文起于乾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遇贵文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计，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8. 祖弼文。祖弼文顾名思义，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亦因得长辈之印币，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文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9. 井字文。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文、十字文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10. 田字文。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文、口字文等之类，田字文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文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11. 豪宅文。豪宅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文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亦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